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中的他有偷偷观察我吗？以及他对这段关系的评价又会是如何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是我们的太阳牌，中间第2组是力量牌，右边第3组是星星牌。由左至右，选择好了吗？我们开始咯。首先，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1组太阳牌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从牌面上的话，洋洋会感觉到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实际上在对于说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的心好像已经累了。或是你在对于这个人，你已经再也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的执着，那么的爱他。虽然你现在目前对他感觉依然是放不下，你还是会很希望说这段关系是可以再继续的往前走，或是两人之间还是会有机会可以再次的恢复联系。但是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是青春岁月的消磨之后，你渐渐的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已经觉得很疲累、很疲劳，你已经有点无计可施。你就算再怎么想见他，你想要联系他，可是却总是没办法找到任何的方法，又或者是说对方已经把你给拉黑了，或者已经把你给封锁了，于是让你就算怎么想要联系，也都没有办法得到对方任何的回应。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其实已经开始萌生出一种想要放弃的想法，或者是说当别人想要谈论起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也想用一笑置之的方式来去和别人说你曾经的这些过往的伤痛。不过或许也是因为你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了还蛮多的一些的感想，又或者是还蛮多的历练，所以看来这人似乎在过往的时候真的已经把你已经磨练到了一个极致，已经折磨你到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所以你现在开始有时候可以成为别人在感情中的导师，或者说感情中的引导者，甚至有时候当有人遇到跟你类似的感情状况，你又可以给予对方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或是成为一个最好的借鉴。但在关系里面，其实在你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还是依然没办法去放下这个人，所以你在时常的时候还是会想起这个人。所以呢，在你的内心里面，你还是会渴望可以再次见到对方，又或者说你还是会很希望可以再一次的重回到对方怀抱里。那就算真的没有办法得到对方任何的回应，但是你还是会希望说可以知道对方相关他的消息或者是资讯，或者是可以再见到他的一面最好。不过看起来似乎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还是会希望可以再重回到这一段的关系之中。所以对于说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于这个人的执念，你们是无法放下的，也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释怀，依然呢还是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让你们慢慢的去洗涤掉对于说这段感情的一个执着。那么以上呢就选到在主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对这段关系的评价又会是如何呢？那首先在字卡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想告诉你的话是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跟对方之间的关系的话，是不是属于比较没有办法被世人接受，例如说像是同性、地下恋情，或是说有在关系上的那种地域性的差异，又或者是两人之间的工作上又会是不同，又或者是你们之间的年龄是属于比较相差甚远的，又或是可能有的人是不是属于亲戚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会有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那甚至有可能是因为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他是比较没有办法去直接面对或者说去直视这段关系，所以呢导致于说让他在对于身边的人提起的时候是没办法抬头挺胸好好的说你就是我的爱人，或者是我就是没办法忘记掉你。那有一部分人就是有可能对方应该是属于妈宝型的人也会有，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把你介绍给他的家人，因为他怕他家人会对他有所失望。所以其实这个人他虽然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评价是非常的好，并且他也会认为其实你是非常适合他的，他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能够感觉到轻松自在，并且呢，会有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充满更多的活力跟活泼的感觉，是相当的有青春。所以在这人的生命里面，你的出现，跟你之间的相处，会让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被活跃起来的。他是真的有感受到这是一个青春中的一个感觉，一个恋爱。但是呢，在他心里面，或者说他更在乎的是别人所对于他的看法，或者说别人能不能接受他所谈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因此这个人他会在很多的考量之下，或者说很多的想法，去众多所有的因素，他后面还是会决定呢，想要去放弃掉你们的这段关系。但是当他对别人提起的时候，他只会说这段感情是慢慢的淡掉了，两个人之间可能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这样子结束了。他也不会去做对这段关系有一些恶意的批评，如果说也不会跟别人说出一些比较多余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评论。他会在别人面前会说是你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人，然后你都很能够照顾他，或是你能够去贴近到他的内心的深处，或者是你能够带给予他生命中更多的那种青春或者是活跃的感觉。所以他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轻松跟自在。但是有的人也会跟别人说就是他可能会让别人知道，或是跟别人讲他是因为忘不掉前任啊，或者说可能忘不掉谁，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要放弃掉你们的这段关系。好，那这段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他有没有偷偷观察你呢？那么就往下看，这个人他确实是有在偷偷的观察你们。不过这个人他就算是真的有在偷偷观察你们，可是他也只能真的就是偷偷的，他并没有办法，或者说他也没有想要去做太多其他多余的行为，或者说其他想要挽回你的任何的这个行动。好，那这句话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人他会认为说在你面前其实他是没办法抬起头的，或是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于说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你。其实他会认为说当他面对于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要把他内心中很多的想法，或者说很多的话，或是很多的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遗憾的等等之类的感受，他都希望呢可以让你知道，或者说可以跟你分享。但是呢又因为他自己本身在感情的部分的话，当失去的东西它会属于那种比较闷骚，或者是说是比较消极的一个做法跟作为。所以呢当他在偷偷观察你的这个部分的话，只是想要知道你过得好不好，那你有没有想起他，你有没有想念他。可是他这个人又会因为自我的观念的影响，或者是说自己在对于感情中的处理的态度跟想法，有点去阻碍了他在对于你的思念上的一个冲动。所以一直以来他在对于说你们之间关系，在面对说重大决定的时候，或者是说想要去稳固你们这段关系，想要被世人认可的时候，他是缺乏这方面的勇气的。所以因此在对他来说的话，就算他再怎么样的有想要去在乎你们，或者说想要去挽回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想要让你们知道他是有多么喜欢你们，他总是会用一种比较含蓄，或者说比较用隐晦的方式来去告诉你们。所以你们就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也会很难去察觉出来他的这些比较真心的用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本身在想法的部分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是比较需要被身边的人给支持。所以当他做任何的决定之后，他其实很需要受到身边人的吹捧，或者说受到
受到身边很多人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当他很重要的人是没办法去认可他的决定，或者说会有点反驳反对的话，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蛮重大的打击，那么他就会可能会考虑去改变他的决定。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本身会比较容易去活在一个比较传统或者是保守封建的这些的思想之下，比较没有办法去活出他自己的生活的想法。所以其实在对于说选到这一组的牌组朋友的你们，其实在你们跟正之间相处的话，可以看出来说你们真的很累，然后你们也没有，如果你们本身的想法是属于比较前卫，或者是比较能够跟上这世代潮流的话，那么对你们来说，其实跟他在一起，你们还是会属于那种比较痛苦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有要订购手工饼干的朋友，也可以与洋洋做联络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力量牌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如何呢？从验证牌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杨会认为说，其实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人之间是有蛮多的共鸣，又或者说你对他本来就是会有很莫名其妙的那种依赖的感觉，或者是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去照顾他，就是你当初在跟他见面时候，你本来就会有一种一见如故，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磁场会特别的有吸引力，所以说两人之间在断联呢，或者是说在分开了这段期间，其实你还是会认为你时时刻刻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或者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想要对你表达的感觉，或者说那种想要诉说的事情，其实在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总是好像能够感觉到他就在你们的身边。所以其实在对你来说，这段关系本身不管有没有断联，或者说有没有联系，或是他有没有在你身边，你都会觉得其实你们俩之间是有一个非常深的羁绊，或者说是有非常深的缘分。那你目前的话确实是也还没有办法去完全放下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对于说这个人之间的感觉，因为其实当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想要对这个人付出更多的关心，或者说会有更多的爱，所以因此呢，也可以知道你在平常的时候是真的还蛮会去偷偷观察他，或者说会去找他各种相关的资讯。那当然你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他好像没有那么想你，你会觉得蛮难过的。那你自己本身有很多次想要尝试的去联系他，又或者是说想要去透过各种方式吸引到他的注意力，或者是希望呢能够去重回他可以重回到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所以有的人的话应该是可能被对方给封锁了，所以你再怎么传讯息对方都没办法回应你，他可能也没办法回你，因为他也看不到你有传讯息给他。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们可能很多次都有打字，然后后面又突然就删掉了就是你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个开头，或者是说你们也本身想的比较多，你们也担心会被对方给拒绝啊，或者说可能对方会对你讲出些比较不好听的话，所以你就是会有这些比较担忧的这个状况。那么目前的你们会觉得说可以先继续慢慢的努力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先把自己给顾好，那在之后只要这个人回到你们身边，或者说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一定会再跟你们恢复联系，所以你其实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依然还是有一个蛮十足的把握，还是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是会再一次的见到彼此的，并不会因为这样子断联然后就弄得这么的久。好，那这样的话呢，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部分，如果说符合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断联的他，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评价是如何呢？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看到在字卡的地方，他想要告诉你，我想亲你，想抱你。看来这个人想要对你说的话，他是真的非常的直接，然后也是非常希望跟你之间是有个更多亲密上的一个肢体的接触，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蛮好的讯息。好，那我们去往下看，就是在塔罗牌部分的话，其实在对他来说
他其实有点在抑制他自己本身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中，他希望有一个更多亲密上的接触，或者是说更多亲密上的一个那种的冲动。好，那其实这个人的话，他也会认为，其实跟你之间相处，或者说遇到你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是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或者是有一种非常熟悉的那种的氛围，或者是说，好像跟你就是已经认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不是应该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他这个人本身在对于感觉或者说感情的部分的话，都是采取一个比较现实的、比较实际的，他比较不相信一见钟情，或者说他是不相信那种一见如故。只是就算这个人他有这种感觉，他也会去否认，就是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他一定会否认，他只会对于说他自己会有去质疑，因为其实每个人在对于说像对其他这种人，当他觉得对爱情感情是有比较质疑的感觉的时候，他通常是属于比较低调，他会让自己去花更多时间去验证，或者说让自己去好好的思考，究竟这个人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那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他会让身边的人，或说他其实心里会认为，其实你是一个值得可以相处的对象，又或者说是可以在一起的对象，因为他这个人本身是属于比较务实的，或者说是比较偏向于实际面的。那当然，在你的各方面的条件的话，都是真的有符合到他所在对于爱情中，或者说感情中里面所希望，或者说所拥有的这种的感觉，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因此呢，他在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这个人，其实跟他以往所认识的人的类型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呢，在对他来说，他反而会比较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相处，或者说他其实会比较犹豫，不晓得应该要如何跟你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他又害怕他究竟是不是搞错了，还是他其实想太多了，又或者说他会比较需要跟相处在一起需要绞尽脑汁，需要花更多的心思跟心力，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蛮排斥你们的这段关系。但在随着日渐相处之后，他开始决定想好好的去面对他自己的感觉，去正视他自己在对说这份关系里面他所感受到的一切。所以因此呢，对方反而会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越久之后，他越会需要去压抑他自己对于你的爱，或者说对于你的冲动。那他希望说透过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实际上面对面相处，去透过每一次相处中的日积月累的这个小细节的回忆来去判断，来去判定，来去评价他究竟是不是选择是正确的。好，那这样的话，如果有让你感觉到更深刻的这个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么断联中的他，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有没有偷偷观察你呢？那这样的话呢，洋洋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刚开始跟你们之间断联，或者是说他在平时特别想念你的时候，他一定有偷偷的观察你，然后他有想要去知道关于你的更多的讯息。不过这个人他在目前的话，随着时间日积月累，或者是说慢慢的两之间断联的时间点越来越拉长之后，他对于观察你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他原本其实在对说这段关系是有蛮多的执念，或者说是很多放不下的感觉，所以呢，他会花很多时间，之前都一直不断去刷你的讯息啊，或者说去刷你们的社群的软体。那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他开始去忙碌他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去融入，已经开始渐渐的习惯没有你在他身边的生活的之后，他开始就会去学习去放下你，或者是说可能身边有其他的注意力是能够吸引到他的注意，就身边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力。所以因此他开始在对于说观察人这件事情那个频率是越来越少，但如果说在每一次他有想起你的时候，他还是会稍微去刷一下。可是洋洋会认为说他的这种观察比较是出自于一种好奇心，因为接下来他在观察你的话，只是他单纯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如何，你过得好不好。可是在对于说要不要去恢复联系，或者说去找你这件事情的话，他现在是已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了，只是可能他对你还是会有一些的记忆点，所以就会想要知道说你现在究竟过的是如何。那目前他的话，其实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感觉是已经慢慢的有点淡掉的这个情况。
所以现在他会是更加的是着重在说他目前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他要去忙的。所以呢，目前的这个人来看的话，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是已经能够放下了，然后是能够好好过他自己的生活。不过有时候他就还是会去刷新你们的各种的资讯跟讯息。然后再就是他在对身边的人的时候，他也基本上是绝口不提，就是他也不会去跟别人讲太多关于你们之间的事情。那如果说当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他也很容易会去跳过这样的话题，或者是就会故意没有做任何的回应。所以看来似乎这个人的话，其实是已经慢慢的从我们这段关系中走出来了。所以不妨选到这组牌组朋友的你们，可以再重新去思考，或者是说重新思量一下，究竟是不是自己要再继续为了这段关系伤心而难过，或者是那么的在意，消耗你的青春跟岁月。以上呢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有想要订购手工饼干朋友，也可以与洋洋做联络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星星牌组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从验证牌呢可以知道说，其实目前的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其实你们本来从原本的高评价，或者是原本比较蛮好的想法，就是说可能本来对于说这段关系你是有很多的期待，或者是你对这个人本来是有很多的一些还蛮高的认同，但是在随着时间久了，或者说两人之间在断联了之后，你开始觉得你好像要清醒了，或者说你开始觉得好像自己以前真是看瞎了眼，怎么会去相信这个人，或者是说怎么会愿意把你的时间啊、青春或者是你的金钱投入在这段关系之中。所以其实在目前你的话会认为，其实自己以前真是消耗太多一些不必要的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目前你的话会希望说，透过之前感情中的一个教训，或者是说在之前感情中所被对待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你希望自己在未来之后的感情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瞎了眼，其实希望自己呢可以做回自己的主人，或者说以后在对于感情的话，你希望你可以再更加谨慎，不要那么快那么容易的去付出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花太多的时间跟所有的一切。那当然其实在过往的感情之中，你会觉得对方其实有时候真的还蛮无聊，还蛮让你觉得生活还蛮闷的。那也可以有可能是说，对方本身在过往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说个性上面是真的比较成熟一点，只是成熟一点点哦。因为有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情绪化，或者是在面对你的时候，他会太过于随心所欲。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你会感觉到他是有想要去照顾你，或者是说他比较成熟的那一面。可是到最后，你现在会认为说，以现在你会觉得当初的自己其实只是贪图他的比如说财富，又或者是说贪图他可以一直都陪在你们身边，或者他是能够成为你经济上的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都能够陪在你身边。但是实际上两人之间在个性上，或者是说生活之中那种相处的话，其实会有蛮多的摩擦，或者两人之间其实在想法上面差异还蛮大的。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如果说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断联中的他，对于说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评价是如何呢？那首先在字卡的地方，他想告诉你说，请相信我好吗？那看似乎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对于你确实会有蛮多质疑的感觉，或者说他会认为你可能对于他是有一些怀疑的，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你都总是没办法信任他，或者是没有办法相信他，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内心中是还蛮受伤的，或是还蛮难过的。那究竟他是值得相信，或者是说是不是值得让你再次的
就算已经断联之后，你也是能够去信任他的人为人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在塔罗牌的讯息之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说我们这段关系的评价，他会认为也是你可能耗费他蛮多的时间，或者说蛮多他的金钱，或是他的青春。那但其实在对他来说，你依然是那么的有吸引力，或者是你这个人本身在他的内心之中是没办法所忘掉的。那如果你们本来就是有在床上那种跑友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其实对他来说，你依然呢就是让他难以忘怀，或是他符合他所想要的那种的感觉跟感受，所以他觉得可能你很好用吧，只能以这么说。那无论说是有没有在床上的这种运动来看的话，那就是你的外形，或者说你身上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应该说是能够非常吸引到他的，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感觉。那当然就是这个人他也会认为说，可能你们俩之间是有蛮多的那种的缘分。就是他见到你，或者说就算两之间恢复，就是说断联了之后，两之间断联了之后，他依然还是会觉得你们俩之间其实很有缘分，或许有一天还是会再次的见到面。不过他也知道说，当他每次想起你的时候，或者想起你们曾经的那一段关系的时候，那他其实心中就会觉得比较思绪比较混乱一点，他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以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意思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本身所抱持的这个评价是属于比较并不是那么负面的，因为他也会认为，其实你这个人或是跟他相处之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认为其实你会把他，应该说会有点打击他的信心，或者说让他这个人整个变得比较没有自信，他会对于说这段关系会有一种比较微小，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去面对，会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怨言啦，就是他对于说我们这段关系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太过于去放心的投入在里面，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你太过于情绪化，或者是说你好像总是会去怀疑他，怀疑东怀疑西，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有点受伤的，会觉得这段关系总是有备受质疑，或者是说是有备受就是没办法获得你的100%信任，就算他觉得他付出了再多，或者是说他再怎么样都没有跟别人相处，那只要他一没有跟你联络，那你可能就会觉得他到底在干嘛，或者说可能就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看来似乎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他来说你们俩之间就好像是叠对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让你们更有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就往下看，就是你心中所想的这个断联中的他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吗？好，这话其实从牌面上的话呢，洋洋会认为说，在前一阵子的话，其实对方呢，他是有一点刻意的不要去观察你，或者说不要就是刻意的不想要去知道关于你的任何的讯息，所以他就会故意可能比如说把你的现实动态给隐藏起来，或者说会故意去退追，然后在之后又突然把你给加回来了。所以意味着说，其实他因为呢，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刚刚前面有提到，他是对你的评价其实是依然是有的，然后还是会不时之间会去想到你们。所以呢，在对于目前他来说，他已经放弃了所谓的挣扎，或者说放弃了所谓的执着，所以在原本的他是没有观察，但现在他是有的。但现在他就算再怎么样想要去观察你们，他也不会想要去做太多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他也不会想要去例如像是忏悔，或者是也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举动来去挽回你们这段关系。那当然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以目前来看，他观察你的这个意思只是想要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然后你有没有因为他而感到难过。那这个人的话，其实他自己本身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他还是会觉得他还是很在乎你们，然后他还是会想要知道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机会，可是他自己本身又不想要去放下所谓的面子，他反而会希望说两之间如果真的有机会是可以再次的见面，或者说恢复联系的时候是能够顺其自然的，他反而是比较不希望说是两个之间是故意的去见到对方。所以这个人他其实本身在想法上面就会存在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因为他想要见到你，但是他又不想要这么做，
他又不希望你找他，或者说他也不想要主动去找你，反而会希望说两人之间是那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但是天底下哪有可能那么多的顺其自然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人他当然也是因为觉得说观察你知道你在干嘛之后，可是在跟你如果真的恢复联系了，或者说两之间有讲到话，或者说见面的时候，他反而会不知所措，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你们。那但这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他对你们是有亏欠，对你们有歉意，又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可能在处理感情的部分就是属于比较木讷的，或者是比较笨拙的一个人。那这个人的话，其实在对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感情上的一个做法的话，他通常会呈现出这种比较被动的姿态，或者说并没有那么的主动，所以你们就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会有点难搞，或者说比较去难懂他。其实他自己也不太确定他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在面对感情是这么的像缩头乌龟一样。好，所以看起来似乎这个人他最近还是会有观察你们，不过以牌面上去，就是杨会认为等到他观察你们这一阵子之后，他又不会再去观察你们，就是他有点像是那种一波一波的方式，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那究竟这两个这段关系会不会再一次的有可以恢复联系或是见面呢？那我们就期待下次的占卜的机会咯。那以上呢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有要订购手工饼干的朋友，也可以与洋洋做联络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